嗨，大家好。每次市场大跌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都毛毛的，很恐慌？这超正常的。但如果我们试着换一个角度，不要用自己的角度，而是用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场混乱，你可能会发现，恐慌，好像可以变成一个计划哦。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戴上这副国家级的眼镜，在危机里面找到你的优势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个情境题。警报，市场正在崩盘，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？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心里想的8成是完蛋了怎么办？不然就是不管了，先卖再说，对吧？这种不确定跟恐惧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。那答案在哪里呢？其实很有趣哦，它就藏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。我们试着不要只当一个在股市里杀进杀出的散户，而是把自己想象成是管理整个国家的那个人。一旦你开始这样想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这片混乱里面其实是有剧本的耶。好，第一步，我们就来当个技师，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引擎给拆开来看看。你放心，这个模型超级简单，但又很有用，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子就看懂整个大局。OK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哦。你看，这一切的起点其实就是人的需求嘛，对不对？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玩的。那有需求，就会有人想做生意，所以企业就出现了。企业要运作，就要请人嘛，所以就业机会就来了，大家就有薪水可以领。那有了钱之后呢，你就会拿去花掉，拿去投资，或是存起来。这些钱又会再流回整个经济体系里面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循环，钱服务就不断的在里面转转。但是人生总是有个 but， 有时候这个引擎会咔一声，突然就熄火了。就像2020年疫情那样，大家不能出门，工厂不能开工，整个循环就卡住了，动弹不得。那怎么办？这时候就需要黑手，也就是修理师傅登场救援啦。那这些修理师傅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政府跟中央银行。他们手上可是有一整个超强大的工具箱，专门用来修理这个抛锚的经济引擎。他们手上主要有2大套工具，你看哦，左边这个叫货币政策，这是央行在管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控制全国总水量的那个水龙头。那右边这个叫财政政策，这是政府在管的，它比较像用洒水器针对某些快枯死的植物直接给它浇水。我们先来看央行的货币政策，讲白了就是央行手上用来控制市面上有多少钱在流动的各种招数啦，目的就是要让经济好好长大。这个比喻很贴切哦，就像是控制整个经济体的血液，也就是钱的总开关。那央行到底有哪些法宝？来，最常见的一招，降息。利息变低，你跟公司借钱的成本就变便宜了嘛，大家就更敢借钱来投资、来消费。这对那些很需要钱来扩张的成长型公司，像是科技业根本就是天大的利多。再来，降准。就是让银行可以有更多银弹，可以把更多钱借出去，让市场上的钱变多。最后还有一招大绝，叫公开市场操作。这个听起来很专业，但说穿了就是央行直接到市场上买债券，这根本就等于是开着直升机在天上撒钱呐。好，讲完央行的工具，那政府的财政政策又是什么？这个就更直接了。它就是政府透过花钱跟收税这2件事来影响经济，它的效果又快又准，就像是看到哪个零件快生锈了，就直接拿润滑油喷下去。这些工具我们应该就更有感了。比方说直接发钱，什么3倍券、5倍券，或是美国直接发支票，这就是要你赶快拿去花，刺激消费嘛。还有减税。不管是帮你个人还是帮公司，就是让你口袋里可以多留一点钱。再来，产业纾困，这个也很重要，
像是疫情时，航空公司啊、旅游业啊都快倒光了，政府就出来金援。这不只是救一家公司哦，更是要稳住整个供应链，帮这些产业之后的复苏铺路。当然啦，还有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，像紧急命令、封城啊、关闭边境啊，这些都是为了控制危机。所以你可能会好奇，这些救市行动规模到底有多大？跟你说，是天文数字。光是2020那一年，全世界各国政府砸下去的钱加总起来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将近4兆美元我的天哪！这个数字只说明了一件事，为了救经济，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肯做，不计代价。OK，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手上有哪些工具了，但更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到底在怕什么？这就是关键了，答案就藏在他们的恐惧里。这一张表啊，可以说是政府的噩梦清单。你看，他们最怕什么？第一，大规模失业，几百万人没工作，社会一定会出问题。再来，企业倒闭潮，供应链断掉，东西做不出来，送不出去，经济直接瘫痪。还有物资短缺，超市架上空空如也，或是恶性通膨，钱变成废纸，这都会引爆民怨。但最让他们睡不着觉的是，金融市场崩盘，银行挤兑，因为这一下去，可能整个国家系统就全毁了。所以重点来喽，你发现了吗？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乱来的，他们丢出来的每一个政策都是针对这些恐惧的精准打击。所以只要我们能看懂他们在怕什么，我们就能8、9不离10的猜到他们下一步会出什么牌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优势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国家大事，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拉回来，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看看这个国家级视野要怎么变成你口袋里的认知优势。那到底什么是认知优势啊？很简单，就是在大家吓得半死，只看到一片混乱的时候，你却能冷静地看穿这一切背后的运作系统，看懂政府的动机，还能看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剧本。因为你看得比别人深，比别人广，你自然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。跟你说，这在投资世界里比什么都重要。在市场大跌的时候这个优势就体现出2种完全不同的人。你看左边，恐慌型投资人，他看到的就是世界末日，危险混乱，然后就在最恐慌的时候，把手上的股票全部砍在最低点。但右边的知情型投资人呢，他看到的风景完全不一样。他看到政府发钱，心里想的是，那哪些跟民生消费有关的产业业绩会变好？他听到央行降息，他想的是，那哪些科技成长股会因为资金成本变低而更有价值？你看，他不是在瞎猜，他是在顺着一个可预测的逻辑链在布局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。当你没有任何认知优势时，不要做重要的决定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在一个资讯不对称的市场里，如果你没有任何比别人强的地方，你做的每一个决定，说穿了不就跟赌博一样吗？而赌场里谁会赢，永远是那个看得最清楚的庄家，对吧？下一次的危机，它一定会来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但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，我相信你透过今天我们聊的这种国家级视野，你看到的会是人人恐惧的危险，还是一个充满线索、充满规律的机会呢？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思考了。